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一台2025款的拯救者 R9000P 的拆解换硅脂啊，这是一台5060的版本啊。这个大家都知道，2025款的拯救者是对它的这个散热系统做了比较大的更新和优化的啊。我们今天呢，借这个机会一起来研究一下。这个机器的生产日期呢是2025年的5月19号啊，巴巴新的啊。那个众所周知啊，拯救者它出厂用的就是霍尼韦尔的相变啊，按说这么新的机器是完全不需要换硅脂的啊。这个机主说是呢，新机到手之后用了1天啊，这个 CPU 的2个呆的温差呢就变大了一点，然后中间呢他又升级一下这个里面的无线网卡，然后觉得拆都拆了，然后就顺便呢给它换了个硅脂啊，从网上随便买了一个啊，然后就跟剧本里写的一样啊，这个散热效果变得更差了。好吧，那么我们先开机简单测试一下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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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，习惯性的，这不能这么习惯啊，这个不能往这儿插。哎，好，我们现在的测试温度呢，大概是在26度左右。好，我们来使用这个超能模式啊。走，好了，这个不往下跑了啊。这个 CPU 功率呢，只能去到85瓦。它这2个 CCD 的这个温度啊，你看一个82度，一个100度，差了20度啊，88、100。二极管温度也是100度啊，它可能是取了个最大值。那这个温差肯定就太大了啊！你正常使用的过程中，这2个 CCD 有温差，我认为啊应该是正常的吧？它不可能说我把每一个就是对 CPU 的请求都均匀的分配到每一个核心上，它肯定是不均匀的。那不均匀的话，那你这个 CCD 必然是产生温差的啊！但是像这种烤机都拉满了，还差20度，这肯定就不对了啊！并且功率这 CPU 80瓦不应该啊！我们再看看显卡，走。好，这个显卡跑了这么1根多了啊。这个功率和这个温度，你看核心113瓦，核心温度76度，然后显存64度，然后没有热点温度了。我们之前其实就确认过了，它这个东西已经不再显示热点温度了啊，彻底解决了热点温度的问题，就是不显示，没有，至少这个版本是没有的啊。显存温度64度也不高啊。显卡这块是正常的，我猜有可能他觉着 CPU 的温度不好，然后就给 CPU 换了个硅脂。另外呢，就是 CPU 这边这2个 CCD 的温差，你看，即便是在烤显卡的时候，它这边也有个10几度的温差啊。这 CPU 这么大的温差，我不太理解啊。按说你要硅脂不好，应该是2个温度都不好是吧？不能有这么大的温差呀。好，下面我们就给它拆开，看看到底什么情况里面。哎，别的不说啊，夸一夸这哥们儿这个螺丝紧固的这个力度，我感觉很合适。这个卡扣的结构啊，它应该是往下，它按进去的时候是这样的，然后你拆的时候你是稍微用点向下扒的这个力，然后它这个卡扣是这个方向的啊，所以你向下扒着点会更好拆开。这次这个散热系统和之前的拯救者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。我们先把电池插座拔了啊。可以看到拯救者这个新款的散热器啊，和之前的有了很大的变化。之前是一整块，然后这个均热板和这个热管都是焊接在一起的。那我猜它这个热管和这个均热板现在是分离了。你看它因为有这个弹片的腿儿，有这8颗螺丝，把这个热管和这个均热板固定到一起。这镜头里头不太容易看出来啊，至少从这儿看得很明显啊，这是有很大的缝的，它是没有焊接到一起的，这是独立的。那么这么多，我觉得有个好处啊，就是能够让 CPU 和 GPU 这2个核心更独立的去散热，它的散热效果会更好。而这些供电模块之类的，它的热量就很少的能传递到这个热管上了啊。它这里头没有焊接的话，导热效率是非常低的啊。这种情况又觉得这个供电可能散热不够，所以又加了个风扇啊。这个散热应该是比原先要更好才对啊。好，我们就给它拆开。哎，
这也防掉，我去，这螺丝也是防掉的。哦，果然是防掉丝，它下边有个弹片儿。啊，不是弹片，有一个那个小塑料片儿。哎，用心了啊，这个对拆机来说非常友好。啊，这上面也有边号。哦，我们刚开始可能是拆错了啊。这个给大家再重申说一下，它原本的目的是不是让你拆这4个小螺丝的？这4个小螺丝不需要拆，然后你直接要拆，这上面有编号，你看1、2、3，然后这个应该是4、5、6、7啊。你拆这几个螺丝，然后连那个风扇带这个壳，然后一起就下来了，拔了这根风扇排线，一端就下来了。哦，是这么设计的。这么点个小硬盘，1毫米，果然是。就这个位置，我感觉这不像是拯救者原装的吧？它应该是自己换过螺丝，是不是？这咯噔咯噔的，这个也一样，就是这个螺丝太长了啊，那拧不到底，所以这个卡不紧。一会儿我们再换2个这个螺丝啊，要拧紧。然后这样的话，我总觉着不好哎。哦，他自己换了一个，这个是 AX210NGW 啊，换了一个网卡。原装好像是联发科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拆这个散热器了啊。那这个散热器我觉得有2种拆法了，就一种呢就是这个按编号的1、2、3、4、5、6拆下来，另一种是拆这个可能也能下来，但是我个人不推荐拆这个弹片啊。你拆这个弹片拆多了，有可能会失去应力，导致它这个压不紧啊。既然它这个编号都标在这个外边这圈螺丝上，大家就拆外边这圈就行了啊。我这次拆机稍微麻烦点是这个线和这个风扇有点交过，哎，哦，这头直接掉了。哦，啊西吧，这哥们儿拆的这个硅脂有点稀了啊。这个核心上好像都没啥了啊，显卡这儿覆盖的就还好，所以像这个移动核心的 CPU 啊，现在真的就是推荐相变。你看这个硅脂，它也许买的并不便宜啊，它没好意思说是什么型号的，但是这个你看在这个带上保持的非常的差，这个纯粹是骚操作了啊，是不是？另外就是它这个凝胶打的是不是也不太够啊？我说兄弟。你看这个线存，咦，画了个框，然后中间是干的，但人家线存温度挺好啊，好吧，好，这个机器比较简单啊，我们一会儿给它换硅脂，直接拆了就行了。我们简单测量一下导热垫片吧，既然拆了。这个带真的金灿灿的，我第一回见啊！那咱们就擦掉它核心上这个细细的硅脂吧。好，这个核心这边我们就清理干净了啊。我们来证实一个言论啊，网上有人说这几个带的核心高度不一样啊，但是至少以我手摸来说，这2个啊，这应该是 CCD1 和 CCD2 吧，这2个是一样高度的。和这个有没有不平？这个手摸不出来啊。我用卡尺简单卡一下试试啊，蹲一下看看它们能不能站到一个面上。我感觉这个左右的带高度也是一样的，啊，至少我感觉这3个带的高度是一样的啊，至少肉眼是看不出来的。啊，做芯片的把这仨做的不一样高，那不是散热找着等死吗？是不是？我觉着应该问题不会。好，下面我们清理散热器这边啊。这个硅脂好黏糊。好，这我们就清理干净了。
另外呢，就是关于这个散热器清灰啊，因为这台机器很新，所以不需要。如果说你的机器用的时间长了，一定要看这儿吧，1、2、3、4、5个小螺丝拆开，然后后边的这个壳，后边这个壳呢就可以分开，然后去清理里面的灰尘啊。我们附2个图片啊，拯救者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，这个我们就不拆了。好，下面我们上7950，直接就给它装机。好，给它来片7950。这块小的给显卡，这个 CPU 它因为分了好几块，你这么贴的话是比较困难的。个人建议是推荐贴到散热器底座上，我们找的稍微大一点点。有英伟达这个芯片，它是比较边缘锐利啊，我们之前这种边缘切割法还是比较简单的。哎。CPU 呢，由于它有好几个核心，所以我们给它贴到这儿来，有点大了。它这儿有个角，你按照它那个印儿贴就没问题。好，我们这就可以装回散热器了。因为这个凝胶啊，我觉得就别给它换了，还保持原厂吧，人家这个挺好，太新鲜了，是吧？我们给它中间稍微往中间收敛收敛，然后这样再压回去的时候，它能紧密接触上了就可以了。但是有一说一啊，就是拯救者这个凝胶，将来如果大家换的话，还是要涂的厚一点。你看原厂这个凝胶很厚，搞成一个中间高、两边低的形状，这样压紧了之后，它是中间不会空心儿。嘿，这就可以了啊！虽然并不是很好看，但是效果肯定没问题。鉴于它这个非常松垮的螺丝啊，我们给它换个 M2 螺丝啊，换个短的，试试啊。我这么短了已经，试试。哦，我知道为啥了，它这个柱做的高了，你螺丝卡紧了，只能卡住上面，卡到那个螺丝那个柱那儿高度那儿就结束了，然后这个东西就在里头活的。这谁哪个鬼才干的活？这边也是一样，这个柱上面这个凸起做的比这个硬盘厚，所以你这个帽压下去之后，它就是哐当哐当的。作为强迫症，我受不了这个啊！我给它垫一个小垫片。哎，好了，稳如磐石。哟，这个位置还不太好弄，弄不好了，这个跟这个天线就接触上了。算了，这边别加了。这边松的好一点啊，那就这样吧。有点配线。装个电池排线。这个一定要推到位啊。好，开机测试一下。走。超能模式。好，我们走。
好，现在这个 CPU 跑了有10分钟了啊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它这个 CCD 的温度啊还是100度，我还心说坏了。结果烤啊烤啊烤，你看这个温度滋自己降下来了。现在呢是 CCD 1 89，CCD 2 74，然后2极管是90啊，这个谁跟谁也不挨着啊，这是怎么算出来的？功率呢这时候去到了118瓦，对这个 CPU 来说应该是正常的啊。刚才呢我从网上也查了一下其他博主做的那些评测啊，好像大概也都是这个温度吧，并且这个 CCD 2的温度还异常的低啊，这可能是不是抓着不好了，可能是抓着好的了啊。这个 CCD 2是一个是个大雕，那这个 CCD 1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。我们再看看显卡部分，走。好，这个显卡也烤了1根多了啊，核心温度69，这个热点，哎呀，老想说热点温度，没有热点温度啊，显存温度60，啊，照比之前的那个76、64，这个核心温度和显存温度都有所降低啊，并且在烤显卡的同时，你看这边的 CCD 1和 CCD 2，它的温差可能就7、8度，是吧？6、7度左右这么个漂移啊，不是在像那个烤显卡这边也10几度的温差了，这个温度应该也是更低了，我没记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来一个环节啊，双烤，我们看看这个电脑的散热到底有多厉害啊。好，双烤也有一会儿了啊，这个温度表现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，很稳定。至于这个 CPU 和这个显卡的功率调度问题啊，我们之前测试过啊，可能是跟先开谁后开谁有关系啊。你先开 CPU 后开显卡，显卡就高；先开显卡后开 CPU 就高啊，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，跟游戏没有关系。那么最后简单总结一下啊，这个机器的散热表现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，但是你也不要不信邪啊，非得把它换成那个所谓的标的10级导热率的那种硅脂，它可能就是不行啊，在这个机器上，包括其他的笔记本可能都是一样的啊。经过我们的改造，这台机器现在的状态应该是和出厂差不多了啊，并且这台机器的散热啊，我觉得还是真的很不错。它这套新的模具啊，对 CPU 和显卡的核心温度提升帮助非常大。可以从热像仪看到它后边那排的出风口啊，整体都是非常的热啊，温度非常的高啊。至于中间为什么出风低，是因为中间的风速小啊。但是在你日常使用过程中，中间那个相当于多了一排被动散热的鳍片啊，很不错的电脑。好，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，有时间的话呢，欢迎大家来逛一逛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